最近伊朗局勢緊張，古老而偉大的波斯民族正站在他的命運十字路口。我是衷心希望伊朗人民能夠不畏強權，取得勝利。上一次美軍直接大規模在這一區域的進攻行動，可能得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或稱第二次海灣戰爭，以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之前的1990年還有第一次海灣戰爭。那麼你有沒有覺得奇怪？現在說波斯就是指伊朗，那麼為什麼伊拉克戰爭卻要叫波斯灣戰爭呢？而且就算事情發生在波斯灣，伊拉克也是波斯灣沿岸大國，可以叫波斯灣戰爭。但是为什麼第一次的時候要叫它海灣戰爭呢？其實原因非常的單純，但是為了讓我湊夠視頻的長度，今天就來聊聊波斯灣這個名字的故事吧。你也可以直接按目錄跳到感興趣的部分。這裡是花散里，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波斯灣北起兩河入海口，南到霍爾木茲海峽，整體很淺，沿岸坐着一圈產油大國。事實上，波斯灣沿岸7國在2022年貢獻了全球大約1/3的原油產量，這些國家也擁有全球已探明原油儲量的1半左右。在最早的兩河文獻裡，會出現苦水、苦河之類的稱呼，是指環繞世界的鹹苦大水，其實就是因為兩河入海口的波斯灣一帶的水域鹹苦。公元前6世紀左右，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波斯從法爾斯出發，征高原，吞兩河，少清六河，席捲八荒，成為了大帝國之後，自然想要把海也納入勢力範圍。於是大流士一世在埃及推動開鑿連接尼羅河與紅海水系的運河，並立碑記功稱運河使得尼羅河起源於波斯海。之後亞歷山大東征，波斯帝國倒下，波斯帝國範圍的信息也被納入了西方知識系統。當時西方雖然沒有明確知道波斯灣的名字，但是各種記錄中呢，都用一種我不敢保證的口氣稱之為波斯灣。然後到公元3世紀，波斯薩珊王朝崛起，不僅光復了波斯全境，還號稱恢復了阿契美尼德時代的制度與記憶。然後他們就投入到了和羅馬帝國的死磕裡，恰好羅馬此時遭遇3世紀危機，使得實力更為弱小的薩珊王朝在戰場上占了很大的優勢。這場長期戰爭雖然耗盡了薩珊王朝的國力，卻也把波斯文化的影響力進一步輻射出去。從此，即使是其他地區的人征服了波斯，這片水域的名字也一直與波斯法爾斯綁定。再然後，新航路開闢，先是葡萄牙發現了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性，在這裡建設要塞和收通行費。之後，薩法維王朝的阿拔斯一世又聯合英國把葡萄牙人趕走了，但是波斯人又無法抵抗英國人的滲透。到19世紀，俄羅斯人南下，把北波斯地區納入了他的勢力範圍。英國人為絕後患，與波斯簽訂了一系列協議。波斯事實上完全放棄了霍爾木茲海峽周邊的勢力，英國人成為了這裡的實際統治者。在這期間呢，葡萄牙人和英國人也一直稱這裡為波斯灣。雖然有些島得到了海盜島之類的蔑稱，但是波斯灣的近現代名字也就這麼固定下來了。那英國人處理殖民地的態度向來隨意，也可以說是傲慢。運氣好的英國殖民地，就因為當地人被給足了自由空間，又學習到了先進制度，到了近現代就得以崛起。運氣不好的英國殖民地，就因為英國在不影響核心利益的地方隨意處理，而留下了需要幾代人才能解決的歷史問題。波斯灣周邊很不幸的屬於後者。當時的波斯顯然完全無力抵抗英國，英國人把南岸諸酋長國納入保護體系的同時，又與波斯簽署了一系列協議，這是當代波斯灣名字問題的第一個伏筆。等到19世紀末，民族主義興起，波斯人開始強調屬於波斯民族的東西不容許別人染指，圍繞霍爾木茲海峽三島的主權伸張不斷的升級。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讓英國在中東的威信一落千丈，最終在1968年，英國宣布全面撤出蘇伊士以東的地區。於是1971年12月，英國人完全撤出之後，原特魯西爾諸酋長國宣告獨立，並且成為了今天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但其實在阿联酋建國之前的11月30日，抓住政權交接的空檔，伊朗巴列維王朝就先動手了。伊朗軍隊登陸了阿布穆薩、大通布和小通布3島，加上霍爾木茲海峽上最大的格什姆島本就是伊朗領土，伊朗就成為了霍爾木茲海峽的新控制者。巴列維王朝本就以波斯帝國的繼承者自居，這次行動更像是一次民族情緒的按摩。因為1971年10月，伊朗在波斯波利斯大慶特慶了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在這個時候拿下3島，讓自己成為波斯灣上最強的勢力，更像是一份象徵恢復波斯
斯的獻禮工程。那平白失去了島嶼和波斯灣勢力的阿聯酋又回頭向英國訴苦，其他的阿拉伯國家也去聯合國告狀。但是英國當時打的算盤是，既要繼續維持在海灣地區的利益，又要不跟區域強國的伊朗翻臉，還要體現文明大國的體面。於是默認了伊朗的軍事行動，轉而斡旋把阿布穆薩島一分為二，讓伊朗駐軍區與加沙民政區在島上並存，把水井、祖墳和深水埗都留給了加沙人。但是其實這個分區的界限也是巴列維國王畫的，英國人屬於是只做了個名義上的調停人。至此，三島事件表面上擺平了，但是本就因為宗教信仰和路線的問題而作為阿拉伯世界公敵的伊朗，這次又立刻與新生的阿聯酋結仇，也與阿拉伯世界的隔閡更深了。所以從1971年開始，阿聯酋就提議波斯灣屬於所有沿岸阿拉伯國家，應該把波斯灣改名為阿拉伯灣。也有阿拉伯國家提出了折中方案，叫阿拉伯波斯灣，反正就是不想讓它叫波斯灣啊，叫波斯灣搞得好像是伊朗的领海一樣，咱鄰里關係也不好，就是不想吃這個虧。伊朗當然是對所有的改名提案都否決了，改名方案變成了一個被束之高閣，但是可以沒事就拿出來惡心一下伊朗的議題。然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霍梅尼上台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喊出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路線。在新的伊朗敘事中，即使是古波斯的榮光，如果不能為伊斯蘭所用，都會被當成多餘的記憶。連去居魯士大帝的陵墓瞻仰這種事，對於伊朗人也長期是政治敏感行為了。在波斯灣的命名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曾經釋放善意，稱為了團結伊斯蘭世界，提議將波斯灣改名為伊斯蘭灣或者穆斯林灣。但是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大國並不領情，波斯灣的名字還是一直是個存在爭議又不了了之的課題。再然後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故事了，對外部威脅從來不慌的伊朗點了輸出革命國策，隔壁的伊拉克也出了一位對外部威脅從來不慌的強人領導人薩達姆，再加上伊朗和伊拉克的邊境遺留問題遲遲沒能解決，於是薩達姆聲稱要預防性入侵伊朗，兩伊戰爭爆發，一打就是8年。雖然戰爭沒有打垮伊朗政權，但是卻讓伊朗與周邊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們的關係變得更加惡劣。伊朗眼看周圍的國家們也都不傻，伊斯蘭灣、穆斯林灣的改名方案這種沒有實際利益的嗜好無法抵消其他的現實矛盾，那一直熱臉貼冷屁股也不是事。於是80年代末，伊朗乾脆地撤回了提案。另外，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西方與伊朗的關係也降到了冰點，尤其是1979年11月4日，伊朗學生衝進美國大使館扣押人質事件之後，雙方幾乎沒有了緩和餘地。然後80年代起就出現了視頻一開始的有趣情況，各國在正式場合中都盡量繞開波斯灣這個名字，反而改用海灣，說是這樣做對於有爭議地區更中立。各種大媒體自然也是響應了政府，或者為了消歧義而改用海灣代指波斯灣。雖然很無聊，但是當時大部分主要國家和主要媒體確實都是這麼做的。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軍主導的多國部隊進入干涉，戰爭主要發生在波斯灣，本應該叫波斯灣戰爭，然後因為上述的不想用波斯灣這個名字的原因，也就被稱為海灣戰爭了。當然，伊朗國內自撤回了伊斯蘭灣、穆斯林灣的提議之後，波斯灣也成了一種政治表態，外面他是管不了，但是到了伊朗國內，你必須有這個政治敏感性。2006年，經濟學人地圖把波斯灣寫成了海灣，伊朗便直接禁售了《經濟學人》雜誌。另一方面，聯合國對此的態度倒是沒有過多考慮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及伊朗與西方的關係。聯合國秘書處編輯的規範在1994年與1999年都要求聯合國文件中應該使用波斯灣的完整名稱。直到2006年，聯合國地名專家組再次在論文中聲明，具有獨特歷史身份的地名不應被當作政治工具，以長期歷史用地角度支持波斯灣作為規範名稱。之後各國文件和主要媒體報道中，海灣才又慢慢變回了波斯灣。不過到了這一步，波斯灣的名字這件事也不是徹底解決了，而是更像又回到了70年代時，阿拉伯國家們時不時拿出來惡心一下伊朗的狀態，只是更多變成了西方國家會這樣做。2020年，蘇萊曼尼被美軍擊殺之後，局勢緊張，法國也計劃派出力量，馬克龍就使用了阿拉伯波斯灣的說法，伊朗外交部連續發了波斯語、英語、法語3條推文回擊。但是說到底，波斯灣被叫成波斯灣也好，被叫
叫成海灣也罷，或者是改成伊斯蘭灣、阿拉伯灣，這些名字在地圖上真的頭破血流，對伊朗民眾來說也就只是一时的情緒。而讓他们走上街頭的，不是我們祖上多偉大，也不是我們的政權多神聖，而是連續發生的劇烈通脹。對於伊朗這個國家的生活，人們討論最多的不是當地能不能祭拜幾千年前的居魯士大帝，而是當地能不能上外網，允不允許女孩在街上抬頭走路。伊朗人並不是必須要波斯灣這個名字，他只是需要顯示自己的在乎，好把這個名字賣個好價錢。國內政治需要時，也可以隨時改成霍梅尼灣。波斯灣更不在乎自己的名字，他只是千年如一日的靜靜流淌。無論他的統治者輪換了幾輪，無論他是被封鎖還是開放航行，無論路過這裡的是木筏、舣帆船還是蒸汽船，波斯灣還是那個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還是那個霍爾木茲海峽。爾朝生與民俱烈，不廢江河萬古流。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用這兩句詩的意思叫做前後呼應。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分享呀！我們下期再見。